欢迎观赏台塑企业线上文物馆，现在位于5楼多元发展展示区。当你站在第一个展示橱窗前，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王永庆先生的母亲为台塑第一艘化学船启用的照片，以及2只下水典礼所使用的斧头。台塑企业迈向国际化后，货运量十分庞大，为了降低运输费用，成立台塑海运公司，并委托日本造船厂生产3万吨级化学船。接着，请站在下一个展示橱窗前。为了配合六轻计划内的石化原料、产品及发电厂用煤的进出口需要，进而组成庞大船队。眼前的这一艘是30万吨级的原油轮模型，船身长达330公尺，负责从中东到麦寮的原油运输作业。了解海上运输之后，请继续前进，会看到墙上放着一整排的货车模型。最上方的是台塑最早的运输工具牛车。之后，面对陆地大量的货物运输需要，1965年成立了台塑汽车货运，打造了各种功能的货车，专门负责工厂与客户间的货品运输工作。一开始，台塑汽车货运只买了10台12吨级的卡车，到现在，包括医疗用的低温高压槽车、运送电子产品的冷冻货车在内，车队规模已经超过上千辆哦。在最下方可以看到台塑与荷兰 DAF 公司合作生产的货车模型，这代表着台塑企业正式跨入台湾重型货车市场。请继续前进，你将会看见右边有一台实体货车头，你可以顺着楼梯走进货车头，坐在驾驶座上。其实开这么大台的货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请继续前进，在你左手边会看到一个铁质平台，可以看见台塑企业目前积极发展的钢铁产业。自2008年起，台塑企业启动越南合进钢铁厂的投资计划，并于2017年正式投产，期望借由炼钢一贯化的生产作业，以及东协自由贸易区的关税优惠，为东南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请继续前进，在你左手边的是台塑企业旗下的3间生物科技事业介绍，其中包含台塑生医科技公司、长庚生物科技公司以及台塑环保科技公司。看看前方众多的产品是由台塑生医科技公司、长庚生物科技公司结合长庚大学和明治科技大学的研究资源，以及长庚医院的临床测试，透过企业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方式，共同研发生产高科技、高品质，有助于促进美好人生的产品。而在右手边的转角处，是王永庆先生为了倡导资源分类回收，推动垃圾减量，成立的台塑环保科技公司，将厨余等污染物转化成有机肥料，在桃园杨梅开发农场以有机肥料种植蔬菜，并与其他农友合作，提供自制的有机肥料，种植茶叶和米等有机农产品，让消费者吃得安全又健康。请继续前进，左手边你会看到一辆汽车，或许有些人对于这辆车还有一点印象，它是由之前成立的台塑汽车公司所生产的。而现在台塑企业致力投入于电动车产业，研发生产如展墙上所看到的氧化锂铁磷、电解液等锂铁电池关键零组件。而眼前这辆汽车已改装成电动车，请坐在前方的模拟驾驶座上，踩踩看右边的油门，就可以发动咯。下一个展示区是介绍风力发电。
请站在增速齿轮箱的前方。增速齿轮箱是风力发电的重要机械元件，主要功用是将风轮在风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动力传递给发电机，而让发电机可以得到相应的转速。请转转看增速齿轮箱的转轮，如果发出绿光的话，代表齿轮箱发电成功哦。最后，请站在脚踏车的前方。这台脚踏车非常的轻，因为它是使用碳素纤维制成的。还记得吗？3楼所介绍的钓鱼竿也是使用碳素纤维所制成的，不但强度比钢强，重量比铝还要轻哦。本楼层介绍结束，欢迎点选其他楼层继续参观。